年轻英俊的富二代马特身边常年围绕着莺莺燕燕的追求者，但马特自视甚高，从来看不上这些普普通通的女孩。直到邂逅了长得像洋娃娃般的苏珊，马特才终于体会到了一见钟情的奇妙感觉。在他的热烈追求下，两人很快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然而谁也没想到，这段甜蜜的婚姻只维持了短短1年的时间，马特就因一起入室盗窃杀人案死于非命。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策划这起惨剧的罪魁祸首竟是他的妻子苏珊。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苏珊非要对自己新婚不久的丈夫痛下杀手呢？本期节目天成给小伙伴们带来一部好莱坞女星妮可基德曼颜值巅峰时期主演的经典惊悚片《不惜一切》。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女主角苏珊生活在美国南部的一座小镇上。自从嫁给高富帅马特之后，原本家境普通的苏珊便过上了人人艳羡的阔太太生活。她每天的主要事务要么是逛街购物，要么就是开着豪车四处兜风。可是这种单调无趣的生活很快让苏珊感到乏味和厌倦。更令她倍感不爽的是，自从结婚之后，周遭绝大多数人都称呼她为马太太而非苏珊，这让从小就人格独立且富有野心的苏珊感受到了一种即将失去自我的危机。在一次家宴上，苏珊偶然得知当地的一家电视台打算录制一档花样滑冰的节目，马特的姐姐玛雅自小练习冰上芭蕾，因此受到电视台邀请，将要参与这档节目的录制。苏珊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时妒火中烧。在她看来，自己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都远胜于玛雅，更应该被邀请上电视出风头。但电视台却舍优取劣，实在是有眼无珠。原来苏珊从小就怀揣着成为电视明星的梦想，渴望成为一名远近闻名的主持人。如今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远，大姑子玛雅却有望成名，这不仅让苏珊感到愤愤不平，内心生出一股无名怒火，也使得她日渐冷却的梦想再次燃起一丝火苗。大约2周之后，苏珊利用婆家的人脉，私下里在酒吧约见了一名电视制片人。此人是个猥琐油腻的中年男子。在得知苏珊梦想成为电视主持人后，制片人暗示他，想要成名，仅仅拥有美貌和气质远远不够，还得坦然接受业内的潜规则。说着，制片人的咸猪手就伸向了苏珊的大腿。苏珊心领神会，当晚便满足了制片人的个人需求，并因此获得了对方的一封推荐信。利用这封推荐信，苏珊顺利进入当地的一家小型电视台，当上了一名夜间天气预报栏目的主持人。尽管只是一档边缘节目，但是苏珊仍旧凭借着迷人的外表和优雅的谈吐，受到了观众的普遍好评。苏珊自然不满足于这种微不足道的成功，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知名度，她决定主导拍摄一部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纪录片。为此，苏珊来到本地的一所高中，找来3名学生当志愿者，配合自己的拍摄工作。这3名学生分别是全校闻名的问题少年阿伟和卷毛，以及身材微胖的长发女生胖美。此后的2周时间里，苏珊除了独自撰写纪录片的脚本之外，就是和3名志愿者拍摄素材，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这让她的丈夫马特感到非常不满。马特想要一个孩子，并且父母打算将家族经营的连锁酒吧交由马特打理，因而马特希望苏珊能辞掉电视台的工作，以便于一边备孕一边帮自己经营酒吧。结果遭到了苏珊的断然拒绝。梦想被点燃的苏珊不愿就此放弃自己的事业，成为丈夫的附庸。不过她也不愿意离婚，脱离有钱有势的马特家族。见马特几乎每天都想逼迫自己就范，苏珊在思来想去之后，生出一个邪恶的念头。她决定干脆弄死丈夫，搬掉这块自己追逐梦想路上的绊脚石，然后继承对方的豪宅和财产。这样一来，她既有足够的时间搞事业，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下定决心之后，苏珊并不打算亲自动手，而是准备怂恿参与拍摄纪录片的高中生阿伟杀人。苏珊早就看出来阿伟对自己的美色垂涎3尺。早在苏珊第1次在学校见到阿伟时，阿伟就故意频频将圆珠笔碰到地上，而后借着捡笔的机会不断偷窥苏珊的裙底风光。在拍摄纪录片素材的过程中，阿伟的目光又一直歇在苏珊的身上拔不出来。苏珊对此洞若观火，像阿伟这种色胆包天又没什么头脑的愣头青，简直是绝佳的替罪羔羊。选定阿伟之后，苏珊趁着丈夫马特上班的时机，以讨论拍摄素材为由，将阿伟邀请到自己家中做客。为了避免丈夫起疑心，她还故意叫来了胖妹。阿伟和胖妹刚进门，
苏珊又指使胖妹出门帮自己遛狗。等到胖妹离开后，苏珊就开始在阿伟面前卖弄风骚。不谙世事的阿伟自然无法抵挡住苏珊的诱惑，旋即与其缠绵在一起。两人苟且的一幕恰好被遛狗回来的胖妹撞见。苏珊对此倒也并不慌张，她早就发现胖妹从小缺爱，只要向她释放足够的善意，她就会对自己言听计从。果不其然，苏珊一番花言巧语之后，胖妹很快把她当成了知心大姐姐，自愿替她保守秘密，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她和阿伟的私情。此后的1个月时间里，苏珊经常和阿伟私会，胖妹则负责帮两人打掩护。没过多久，阿伟对苏珊从刚开始的见色起意，渐渐变成了一往情深。苏珊见时机成熟，立即启动了谋杀计划。她先是发挥奥斯卡影后级的演技，向阿伟和胖妹哭诉自己经常遭受丈夫的家暴。阿伟听闻此言，顿时热血上涌，主动提出弄死马特，替苏珊出口恶气。旁边的胖妹也傻乎乎的应和阿伟的提议。此外，胖妹还表示自己的母亲私藏着一把手枪，她可以偷出来给阿伟使用。苏珊对眼前的这2个傻瓜蛋的表态十分满意。3人随后商议了一个完整的行动方案。苏珊选定的动手时间是她和马特结婚1周年纪念日的晚上。纪念日当天，马特在一家豪华酒店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庆祝派对。苏珊假意在派对现场，当着到场宾客的面，跟马特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恩爱戏码。派对结束后，马特独自驱车回家，苏珊则赶往电视台录制当晚的天气预报节目。与此同时，阿伟按照计划带着胖妹从母亲那里偷来的手枪，潜入了马特和苏珊的别墅。和阿伟同行的还有他的同学卷毛。卷毛是阿伟花钱雇来，目的是给自己壮胆。在开枪射杀马特之后，为了干扰警方的调查方向，阿伟和卷毛还偷走了别墅内的一些贵重财物，意图将这起说不清是情杀还是仇杀的案件伪装成入室抢劫杀人案。案件发生之后，警方根据现场留下的痕迹，果然初步认定马特是遭到入室劫匪枪杀。当时的监控探头尚未普及，案发时也没有目击证人看到阿伟行凶，警方对案件的调查很快陷入了僵局。苏珊则再次发挥奥斯卡影后级演技，完美演绎了一个痛失丈夫的妻子角色，没有引起警方的任何怀疑。然而，马特的父母却没有被苏珊的演技欺骗。老两口从一开始就反对马特和苏珊的婚事，但最终没能劝住情迷心窍的马特。等到马特和苏珊结婚之后，马特父母愈发察觉苏珊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对方性格执拗且行事偏激，像一颗定时炸弹，仿佛随时都会爆炸。如今马特突遭横祸，老两口不得不怀疑此事和苏珊有关。在他们的强烈建议下，警方派人对苏珊实施了暗中监视，果真发现了异常状况。这天晚上，阿伟和胖妹主动找上门，询问苏珊接下来该怎么办。苏珊对两人的到访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赶忙神色慌张地将他们打发出家门，并叮嘱他们最近不要再联系自己，以免被警方看出端倪。暗中监视苏珊的警员感到事有蹊跷，随即对阿伟和胖妹的身份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这2个人以及另一个名叫卷毛的高中生经常和苏珊聚在一起拍摄纪录片素材。随后，警方以查案为由，从电视台拿到了苏珊拍摄的全部素材，其中的一些视频片段清楚拍到了阿伟望向苏珊时的暧昧眼神。在察觉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常之后，警方立刻将阿伟控制住，并对其住处展开了搜查，最终找到了多张阿伟和苏珊的亲密合影。面对警方的盘问，阿伟承认是自己开枪射杀了苏珊的丈夫马特，不过他否认是受到了苏珊的唆使。在阿伟看来，杀死马特是一种正义之举，原因是马特有过殴打妻子的行为。承认完罪行和杀人动机之后，阿伟又供出了协助作案的胖妹和卷毛。警方随后又在胖妹的家里搜到了射杀马特的凶器手枪，枪上还留有胖妹和阿伟的指纹。很明显，作案之后，无论是阿伟、卷毛还是胖妹，都没有想到要将手枪上的指纹擦掉。通过这3人的证词，警方轻易得出结论，苏珊才是杀死马特的幕后黑手。她应该是使用语言诱导的方式，致使3名年少无知的高中生共同犯下了入室抢劫杀人的重罪。现在的问题是，警方根本没有切实的证据证明是苏珊教唆杀人。为了让苏珊露出马脚，警方只得在胖妹的身上安装了一枚窃听器，希望胖妹能出面套出苏珊的认罪口供。然而，尽管胖妹认清了苏珊的真面目，同意配合警方的计划，可是性格谨慎的苏珊在面对胖妹的私下套话时，将自己摘得一干二净，没有说错一个字。
不仅如此，苏珊还利用丈夫的遇害案件，在媒体记者面前谎称，丈夫马特生前受到问题少年阿伟和卷毛的影响，染上了毒瘾，并指控阿伟和卷毛很可能是在向马特索要毒品未果的情况下将马特杀死。由于阿伟和卷毛此前确实有过吸食毒品的恶习，而马特的尸体又早被火化，无法进行尸检，所以警方无法判断苏珊证词的真假。媒体记者和吃瓜群众则对苏珊的说辞深信不疑。就这样，经过这番炒作，苏珊迅速窜红，成为了当地家喻户晓的电视人物。没过多久，就有一名自称电影制片人的中年男子主动找到苏珊，说是想为他量身定制一部电影，前提是苏珊得接受业内的陪睡潜规则。早有经验的苏珊欣然接受了对方的要求。第二天，她独自前往这名制片人位于郊区的湖边别墅送温暖，结果发现约她的中年男子并不是什么电影制片人，而是一名黑道杀手。原来马特的父亲从警方口中得知，很可能是苏珊唆使3名高中生杀害了马特，但是警方因证据不足，难以对苏珊采取措施。马特父亲在愤怒之下，花钱雇佣了一名黑道杀手，将苏珊骗到了自己名下的一栋别墅。见苏珊准时赴约，黑道杀手干净利落地将她活活勒死，然后将她的尸体藏进了别墅旁边结了冰的湖面之下。随着苏珊的突然失踪，她处心积虑积累的人气也渐渐消散，很快被吃瓜群众遗忘。故事的最后，胖妹和卷毛因认罪态度良好，获得了减刑。执迷不悟的阿伟则被判终身监禁。在坐牢的日子里，他常常思念着带给他片刻温暖的成熟女人苏珊。不惜一切上映于遥远的1995年，故事比较简单，这也是那个年代好莱坞惊悚片电影的一大显著特征。天成此前解说过的《致命诱惑》《遇海潮》《爱人别出声》《体热边缘》《聂文》等，都是这类情节不复杂但又散发着独特魅力的作品。就这部电影而言，片中妮可基德曼的角色其实很值得玩味。现实中像他这样对一切的人和物极度冷漠，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只是一门心思的追求自我欲望的人并不少见。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别忘了点个关注，让甜橙的声音长期陪伴您吃饭、开车、睡觉、洗澡、化妆、做家务。下期见。